我晚上睡在这里。啊，你睡在这里啊？在施工方停工3年了。银行贷款贷了16万。16万。在这个房子上，我们是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云南省的昆明市，然后我身后的这个楼盘叫大诺方舟天地，这个楼盘已经烂尾3年了，但是在它这个烂尾之前，已经卖出去了近1/3的这个公寓和商铺，至少有上千位的业主已经付钱了，然后现在有一些业主已经住在这个烂尾楼里面，然后这个楼盘有个特点，就是购买它的业主们有很多是老人，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情况。Hello， 杨老师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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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你看这栋楼和那边那栋楼，那边那栋楼呢，你看，外围已经装修好了一点了，3号楼，施工方建投4公司停工3年了，按道理来说，他们已经撤出去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业主的，到交房时间了，我们业主的。但是呢，施工方还要来干涉我们的生活，停水停电。您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？我是今年3月25号。你看这个，是我们就从这里上去了啊，就从这里。我晚上睡在这里。啊，你睡在这里啊？在。这个你可以进去看我。你看这个风啊，大的。你睡在哪儿？在这里。天哪！我们这边都是搭了个简易房，都睡在这里啊。今天的风是算小点的了啊，大点的，这些全部都吹飞了，全部就吹跑了。然后呢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下雨了。下雨的时候，上面漏水了。漏水呢，我们那个都是拿大盆接，水大的时候可以慢着这边来啊，是吗？往这边进来。天，都是这样的。看贴地方针了。哦。还挺高的一个，对，多漂亮嘛！它周边是这样的嘛。是。那你看我们东西，对我们买的就这个，当时他是返租给他嘛，返租给他15年嘛，他这里装修成这样的嘛。他当时写成了国内首个空中悬浮森林温泉。当时出于什么原因？当时他因为他这个水会嘛，他现场也比较好，然后我们看了养老比较好嘛。然后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孩子嘛，也养不了老，是不是啊？他们自己都忙不过来，你看我们还帮他带小孩的，然后就说买了以后嘛，到时候我们就住过来嘛，它是个水会嘛，水会商场一体的嘛。什么时候才知道这个地方是就烂尾？才卖了1年多一点，然后他就停工了。停工了？对呀，他本来是说就是去年2023年12月交房的，那个时候我还说他。搞水会开起来，我把我母亲都带来给他享受一下嘛，是不是老人家嘛？结果老人拿了5万给我一起买房子，结果就烂尾了。但是这个他们有一点像欺诈一样的欺骗。因为当时我说我买房子没钱嘛，我们是退休工人嘛，没钱买嘛，他们说我可以贷款的，然后当时就他们答应给我贷款，然后我在银行贷了16万，等到要贷的时候说我工资太低了，收入太低了，达不到贷款条件，又叫我儿子来贷，像这样贷出来的，叫我儿子儿媳妇就全部扯进来了，一家人都扯进来。买这点房子是很困难的。像这么下去怎么了得？你看那么多，你看年龄大的，等都等不来。你像我们75、6岁啊，您75、6岁了？76了嘛？啊，那76岁了啊。你说怎么等下去啊？你等3年还是5年了？等到90岁、100岁，我们活得到那个年龄。你现在就像这个样子，没水没电。
我们住进来也不安全，确实不安全。他们也说你们来这里也不安全。对。不安全，固然是不安全，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呀？原来我买了一个商品房，住得好好的，他们来强行的拆掉了不安置，没地方住，结果嘛没办法嘛，找邻居嘛。到农村，为了这个问题，我们还不能全部集中在一起，只有分开了，发展为零。这个话我不得不离婚。那为什么需要离婚？因为双方的老人都还在世。我们一大家子人到他们家去也住不了。他们来我们家也住不了。都住不了。但只有分开。各管各的父母。但是现在更复杂了。现在不是那时候我们实行的都是独生子女。好了，然后儿子97年退伍，后来死了。怎么了？病死了。儿子病死了。病死了以后，他母亲大脑受刺激。因为独生子女嘛，你这母亲嘛，现在的结论呢？是两样都有，一个是精神症嘛，一个是阿尔兹海默，两个病综合在一起，生活也不能自理，没有办法了嘛，虽然离了婚，我还得回过头来去管，所以在这个房子上，我们是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这么多年上昆明了，我从来没去买过金的，太贵了，随便点都是400、500，有的些是800一斤。1000多块的。1000多块的有嘎。1000多块嘎。2000块一斤了个。以前我们卖的是多少？30块一斤都算贵的了。像这种什么青头金呢，哎呀5块钱、10块钱一拉，随便点就卖了的。差不多为啥14、15、18岁最贵的。我有10年没买金了。你想10年没买金。你的我1年买就吃吧，2次。你的退休工资是2700。2700吗？养家人5个人这个。养5个人2700，那么雇了2个孙子。够对了。对了嘛，你买老婆。你买上2-3斤。什么干巴金也好，鸡肉也就没得了吃了。3两都不敢买。是的，我有10年都不敢买金了，因为没得钱了，没得收入了吧。再有几年没吃着了。再就是。那天我那个兄弟倒是给了我1斤，他去我就5兄弟，他去买了5000块钱5斤，然后就一个人给了1斤，而且那个大方。你买的这套房子5-60万，那是5-60万了。你已经80岁了，这5-60万了，至少10年的生活过得好好的，对吧？像着我的那。没得住也没得住了，吃的也没得吃了，这个钱不差不多就交在车子上了，是吧？你看我们的饭菜多丰富。园长给你添饭了，哟，好幸福。不要添我，当然找我用。你们要干什么嘛？我们没有聚会啊，我们在干饭，来不来嘛？关系得很了，很长久。我管你们，不管你们，管起你们了。一个陌生电话，晓得可能是你们在干啥子？我说我们在干饭。我是先年那个配来分办社区的才来了噻。到现在为止，忘签不给你忘签，发票，
税务局的正规的发票，他也不开给你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就是个收据，啥都没求的。对了吧？并且是他盖的章是盖什么章？他是盖个世纪大澡堂的章啊！然后换了的嘛，换成那个军饷啥子公司？香精。香精投资有限公司。我的还没换。这2个已经就是干了1个星期了，整整的。今天晚上我们3个要住到这里，你住不住到这里？我不住，我也好是。我们3个要住到这里，嘎，要住几天的？听没有？嘎。听了。主要因为这个家里有那个，他有娃娃呀那些，我们3个就住到这里了。你住不住？您是这个在这边是买了什么？我买的是一个公寓，一个商铺。啊，一个公寓，一个商铺啊。啊，对。当时总共花了多少钱？60多万。啊，60多万。付的全款。啊，全款啊。现在每个月还要还4000多。啊，还4000多。啊。那这个怎么还？怎么还啊？反正在工资里面扣嘛。啊，您现在是还没有退休吗？退休了。啊，退休了。啊，退休了。就是从退休工资里。啊，对，退休里面扣了也没什么生活费了，反正就是6000左右工资嘛，你扣了4000多也没什么了。还有一个生病的老母亲，每个月还要交1800寄回去，所以也没什么收入了，吃老本了。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老师。教师嘛。教师啊，大家都叫你园长是因为幼儿园的园长。幼儿园园长。我买的那个叫公寓嘛，是2022年7月3号买的，然后10号过他们说是全部烂尾了，开头我也不知道。隔了3个月就烂尾了。啊，因为说开头我来看的时候买的时候，我看到还在修上面，上面还在盖，就是我们移动的嘛。怎么能烂尾这么快呢？3个月就烂尾。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就是说他们一个就是靠他们就是各方面的。反正吹嘛，什么西南的最大的疗养啊，做什么事情啊一些。得知烂尾之后，你当时是有什么想法？当时得知烂尾过后嘛，哎呀，反正是想着全国的形势嘛，也是烂尾这样。但是后头我们想一下，还是叫走政府，走政府过后嘛，就是他催促第三方嘛，早日开工嘛，那么我们才有出头之日，就是这么回事情的。所以我们就住进烂尾楼来了。我们是3月25号进来的，由于100多人进来，但是有20-30个就住下来了，就这么的。这20-30个人是确实是没有房子住的，就在昆明的嘛，在昆明没房子住的。这些业主们大多数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当然业主啊，这些都是反正是都是，目前来说这些都是哎呀，反正很底层的嘛，打工的啊，还有就是帮人家就是搞装修的呀，这一潮人比较多，中老年人比较多。都是上当了，中老年人比较多，就这么的了。也是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嘛。一个他买了商铺，说是可以出租嘛，1个月，也是为了讨生活。第二个来讲，中老年人他说是疗养啊，做什么事情啊，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啊，今后退了休也有好，所以才买到这里的。乱七八糟的。来，请坐。哎呀。来，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凉快吧。哎呦，乱七八糟哦。这房子是您租的吗？租的。啊，这个房子比如说1个月多少钱房租？1500。啊，这么贵？所以受不了啊！那个破房子就像那样烂尾，他妈的，这就讨厌了。对啊。你现在是退休金大概多少钱1个月？我那个就是自己买了个养老保险。养老保险。现在1000多块钱。1000多块钱。但是你这个房租1个月就要1500。是啊。那你这个日常的收入怎么解决？日常的收入嘛，来源就2块了嘛。一个是减点废品。用社会上的统称，那就叫拾荒。我们说的就是捡垃圾、捡废品。这个是一项，再一个呢，就是我自己那边养老保险。1个月就花那么一点。你当时那个烂尾楼是花了多少钱买的？50多万。50多万。这么贵啊？是啊。
50多万。但是它不是一个40多平的公寓嘛？他们是小公寓，他就是有一天我去拿钢剪尺量了一量，他们原来说是在个40几平米单层。但是那天我量了一下，好像只有30多平。但是怎么能卖这么贵呢？50多万，相当于快接近1万一平了。1万多。哦。1.23万。这么贵。那时候他们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他的口号怎么叫？杨思，你还记得当时他们的口号是咋说的？吃货往落跑，送你房一套，可是？对，然后呢，他还承诺每个月可以帮你租出去，有5000块钱一个月的租金。当时我们没有收入，对没有收入来源的人想想，5000块钱这个巨款啊，我们的后半生就无忧无虑了。你看，我们的像你的是多少？有的是1000多块钱，普遍的退休工资都是2000、3000，5000块钱等于是拿着就等于高额的退休工资了嘛，3个月那了嘛。差不多就是。所以说就这样被骗了。就相当于我的3个月多的收入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我还没有说拿来投资租出去那种愿望。因为我们考虑的是解决我们自己的住房问题。我自己都没住的了。我们也租不出去，我们也不能租出去，租出去了没地方住。也不行。是。那是啊，你吹个牛吗？我不会吹。不会吹牛。吹牛。会吹牛吗？聊天嘛，你看这是后背的小后生。天下雨了，现在。下雨了吗？就完了。没有下。没有下。你长大了，这些大。你们这个哥哥都长大了的。那肯定长大了嘛，这是。他比周勇还小呢，他比周勇小。我们都老了，你们还。他比周勇小。比周勇还小点。那现在困难的就是他。最困难还是他的问题。我看见他这大夏天的，伏天还穿个这个厚棉衣呢。晚上。你冷是吧？我们进来了，已经就是4个多月了。4个多月呢，我们在7月27号，我们就开会，有60、70个人，就把我们4个月的，我们干了些什么，做了些什么，今后的打算呢，已经告诉大家了。那么今天来的呢是第3批业主了，第2批呢我们不在了，我出差去了才回来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个烂尾楼呢，已经住了这么久了，我们有30多个人了，我们是轮流值班的。那么下一步的打算，我们是这么想的：8月份还没整个给我们回复，或者说我们住到烂尾楼的该怎么处理，该怎么搬出去嘛，还是给我们通水通电嘛，他们都不回复我们了。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呢，就是说我们呢就要把我们住的这周围全部给它就把它封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冬天也就来了。你看前段时间那个雨那么大，我们大雨3个钱都收。那下一步的工作叫业主呢就精诚团结了，不管是做什么，政府呢有政府的困难，我们呢有我们的需求，开发商呢也在积极的推进，已经找了几十家第三方了，我都亲自见了过2、3家进来，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不好说什么时候复工。那么大家呢就是说不管是老的小的，我们呢该排班的我们就排班，该值班的值班，该维权的就维权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他这个企业是不是哪个来的？是政府招商引资进来的，我们才相信，才来加入，才来投钱的。说是要做这个云南最大的水疗，我们就说这个在这个地方呢生根发芽，在这里也是最好的了，又有学校又有医院，对我们老年人也好，在这里消费，
在这里消费，在这里住，所以来的人都给云南省带来了这个税收各方面经济就上涨了嘛。你叫他还钱是不可能的，他的钱都投入进去了，哪里有钱来还你啊？你是滚动式发展，你还就不是要有第三方来集盘搞好了，大伙来消费，慢慢的这个钱再滚得出来了嘛。就是最不好的就是严建川心太大了，这里都搞不好，钱又去逼出，又去开发一个那一个，现在是两处烂尾楼了。昆明哪个地方烂尾楼比较多呀？烂尾楼啊，现在好像烂的地方少了哈。以前烂的现在都多了。啊，一路上看见不少，感觉像是。这2年好像烂的不多了。但是杨林那边挺多的，很大的一片。杨林那边挺高的，高的那个。啊，那个是一个什么项目？你知道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一直在这儿好几年了。啊，他就是用那个钢结构搞起来的框架吧。啊。这是我舅舅。哦。来，高原。来回家去了，那个给你的葡萄。来回家了，天气冷了，该回家了。他已经老年痴呆了。啊。脑梗。啊。对，没事，我们先等，让他慢慢走。那您平常住在烂尾楼，他一个人吗？对。他一个人能自理吗？我就把饭做好，然后呢，比如说我早上出去的时候，我把饭做好，然后呢，中午呢，他自己炖吃，下午呢又来帮他做饭，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每天要来回跑。啊，对。您还有其他家人吗？我父母去世了，没有了。啊，你没有结婚吗？我离婚了。你有孩子吗？没有。啊，就我一个人。就一个人。后面是有什么计划吗？什么计划也没有，我的计划就是赶快叫开发商把房子交给我们，最好是把钱退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下去，带着我舅舅度过一生，度过最后的这几十年。您是哪的人？曲靖市啊。啊，哪儿？曲靖。曲靖哈。啊，曲靖的。啊。您在昆明工作多长时间了？在昆明都是打零工嘛，打一点零工嘛，有事情嘛就做，有事情有人情嘛就做一下，没人情嘛就都没工作。你当时买这个商铺是交了多少钱？这个商铺总的10万左右嘛。10万啊。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楼盘就是已经烂尾了？2003年11月份。2023年。我都不知道。2023年的10月份嘛，就是开发商的才打电话跟我说去置换，搞什么置换？我说什么置换？他说就是说这个房子烂尾了，才跟我说，我才知道的嘛，把我都给气晕了，在那里去。他说的置换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就打电话说叫置换，叫我们置换那个墓地呀，还有什么车位呀，然后说置换房子嘛，说太贵，我们也没钱，是不是？置换那个房子嘛，要补的钱多，我们也没钱就叫我们置换车位，或者是置换这个什么陵墓呀这些嘛，把我都气出病来了。在